坐下吧。如果你是来寻找那种3个月让资产翻倍的所谓秘籍，或者想听我预测下周股市的涨跌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滚出去了，大门就在后面。去买彩票，或者去炒那些除了名字响亮一无是处的加密货币吧，那是通往痛苦的快车道，我不会阻拦你。我已经活了99岁，在这个漫长的充满了荒谬和混乱的世纪里，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而彻底毁掉了自己的生活。他们试图变得更聪明，而不是试图不犯傻。在投资这场长达70多年的马拉松里，我见过太多人用同样的错误方式亲手毁掉自己的晚年幸福。他们像一群受惊的绵羊，以为把账户数字稳住不动就是安全，把表面的舒适错当成真正的保障，这简直是愚蠢至极。通货膨胀，房间里那只看不见的老虎让我们用反向思考来看待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凄惨无比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那就是持有大量的现金，并且认为它们是安全的。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数学常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，如果你不能熟练掌握复利和通货膨胀的计算，你在现代金融社会里就是一个只会走路的活靶子。你们身边的数据显示，过去2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在2%到3%左右。这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，像蚊子叮咬一样不痛不痒，但这是线性的思维，而世界是非线性的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手里有100万现金啥都不干，10年后它的实际购买力可能就只剩下70-80万了。这就是温水煮青蛙，这只隐形的老虎早就把你们存款的购买力啃得七零八落。等到你们七老八十，惊恐地发现所谓的养老储备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撑不起来时，一切都晚了。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，那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。我知道通货膨胀会杀死持有死钱的人，所以我绝不做那样的傻瓜。真正的风险不是价格的波动，波动是市场的呼吸，是常态。真正的风险是购买力的永久性丧失。打个比方，你有一张年利率3%的银行定存单，表面上看，票面数字确实不会变少。可要是真实通货膨胀率达到5%，实际上你正在经历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贫穷。这哪里是安全，分明就是戴着微笑面具的慢性破产。我必须坦率地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安全的投资选项。要是有人跟你说有，那他要么极端无知，要么另有所图。权衡的艺术，普世智慧的格栅投资不是物理学，没有一个完美的公式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它更像是生物学或者是工程学中的权衡 trade 减 off。真正存在的只有明智的权衡取舍。你可以用增长潜力去交换稳定性，用流动性去交换收益率，用复杂度去交换便利性。但你绝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拥有最高等级的安全，又拿到最高的回报，还能保证完美的流动性。试图寻找这种圣杯的人，最终都会成为骗子的猎物。今天，我要给你们揭开3类能守护退休生活的资产。这可是我用一辈子观察总结出来的退休生存法则。他们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能在金融风暴中像坚固的堡垒一样守护你的财富生命。第2章，第一根支柱无聊的股息贵族，现在的年轻人太喜欢刺激了。他们盯着屏幕上的 K 线图，
就像盯着赌场里的轮盘赌。他们追求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，却忘了最基本的商业逻辑，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让我们聚焦第一类资产，不朽的股息贵族股 Dividend Aristocrats。 什么是真正的贵族？这不是指那些因为一时运气好而发点钱的公司，我是指那些连续数十年每年都在提高股息的企业。在金融世界里，他们就像常青树，代表着一种被当代投资者遗忘的品质纪律性。全世界都觉得资本主义要完蛋了的时候，比如在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刻，像可口可乐和宝洁这样的公司依然在增加他们的股息。为什么？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管理层是大慈善家吗？别天真了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盈利能力。他们构建的商业帝国，不管经济是晴天还是雨天，都能持续产生现金流。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型，护城河 moat。 如果你能找到一家公司，它的产品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潜意识，成为了某种条件反射，那你就找到了金矿。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消费习惯有着惊人的稳定性，就算金融市场天翻地覆，这种可预见性也比任何成长股承诺的翻倍神话都要珍贵得多。当你持有这些股息贵族股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在投资可靠的人类行为模式。人们会一直消费那些他们已经消费了半个世纪的基础产品，用牙膏洗衣服，喝苏打水。这不会因为某个新政客上台，或者央行那群人调整了利率，就发生根本改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去预测未来，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些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都大概率会继续存在的东西。无聊就是一种巨大的竞争优势。收入的确定性 vs 股价的波动性，很多人搞错了一个基本概念。真正的安全是收入的稳定性。就算可口可乐的股价在1年内下跌30%，我根本不会在意。我在乎的是它会不会继续给我寄股息支票。答案几乎是肯定的，因为就算经济萧条，人们也不会停止喝可乐。这就解决了退休生活中的2个关键问题：可持续的收入让你不用被迫出售持股，在市场崩溃的时候卖出股票，就等于锁定了永久性的亏损。要是你依赖股息生活，就永远不必抛售资产。心理防御机制，关于股息投资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真相，这不仅关乎金钱，更关乎投资心理学。当你70岁的时候，市场突然崩溃，电视上的评论员都在预言世界末日，这时候你需要一个真实的依托，不是虚无的希望，而是一张无论道琼斯指数昨天表现如何，都会在每个季度准时到账的支票。这就是你的心理盔甲。我见过太多拥有完美数学模型的退休者，在恐慌中把他们的模型扔进了垃圾桶，而那些拿着支票的人却能安然入睡。信誉是生存策略，不是营销口号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驳。查理，股息又不是100%有保证的，企业可能会削减股息。这话没错，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，但你忽略了激励机制 incentives 的力量。那些连续25年、30年甚至50年都在不断提升股息的贵族企业，可不会轻易做出削减股息的决定。削减股息会彻底摧毁他们的市场信誉。对这类公司来说，
信誉可比单一季度的业绩重要得多。他们整个企业的身份认同都建立在可靠性之上。就拿强生公司来说，从1963年起，这家企业每年都在提高股息。它经历了越南战争、无数次经济衰退、互联网泡沫破灭、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。如果你在这些灾难中持有它，你的收入是不降反升的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追逐最新科技热点或者加密货币的人，也许能一夜暴富，但也很可能让退休后的你一无所有。到了这个人生阶段，你已经输不起了，没有时间从头再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无聊最终会胜出，不是因为它让人兴奋，而是因为它能够持续存活。股息复利的数学魔力，有些人看到一只股息率只有 2% 或者 3% 的股票，会撇撇嘴，觉得这点收入微不足道。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延迟满足感。他们忽略了重点，初始股息率只是一个起点，真正重要的是股息的增长。如果你今天买入一只股息率 3% 的股票，而这家公司每年将股息提高 7%， 那么10年后，你基于原始投资获得的收益率就变成了 6%， 20年后，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12%。这就是股息复利的魔力，你的收入在持续增长，而你的投入成本却保持不变。和债券相比，这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你买入一只收益率 4% 的债券，永远只能拿到 4% 的收益，没有增长，没有通胀保护，只有不断被稀释的真实购买力。而优质的股息增长股能同时给你收入和通胀防护。优秀的企业会提高产品售价，涨价后他们就有能力提高股息。你不是在对抗通胀，你是在从通胀中获益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。如果你不拥有资产，你就是被收割的韭菜。避免愚蠢的并购和管理持有这些无聊公司的另一个好处是，他们往往受到严格的资本纪律约束，因为必须支付不断增长的股息，管理层手里就没有多少闲钱去进行愚蠢的并购，或者去搞那些好大喜功的项目。一旦削减股息，他们就会失去贵族身份，股价会遭遇毁灭性打击。所以这些公司在本质上是非常保守的，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围绕资本纪律建立的，而这恰恰是退休者所需要的，不是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企业，而是那些以不输为首要目标的公司。我亲眼见证了无数革命性公司灰飞烟灭，但我从未见过高露洁中缆公司消失，因为刷牙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选项。当你75岁依靠投资组合生活时，你不想操心持有的公司10年后是否还存在，你想要的是一种确定性。如果我今天要从零开始构建一个退休投资组合，我会把 40% 到 50% 的资金投入到一个多元化的股息贵族组合中，至少包含10到15只股票，覆盖不同行业消费必需品、医疗保健和工业制造类企业。第3章，第二根支柱，承认自己的无知。全市场指数基金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大多数人最难接受的一点，承认自己并不聪明。第二类投资是全市场指数基金，它的逻辑比第一种还要质朴，而这恰恰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无法正确执行的原因。人们本能地抗拒金融里的简约之道，总觉得缺乏复杂度的策略肯定无效，这是人类心理的一个巨大缺陷。由于拿着锤子，
看什么都像钉子，所以总是倾向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。挑选个股，别自欺欺人了，绝大多数退休者根本不应该去挑选个股，这不是一种侮辱，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。要是你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，那么挑选个股就等同于赌博。就算你自认为有所了解，你也是在和那些拥有更灵通信息、更强算力的专业机构对赌，胜算可不在你这边。但是你可以选择拥有所有公司的平均份额。当你买入指数基金时，你不是在押注某家公司的天才 CEO， 也不是在押注某个行业的短期走势，你是在押注一个宏大的命题：人们会继续醒来，努力工作，创造价值。这是一个我愿意在任何时候都下的赌注，它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有效，在下一个世纪大概率也会继续有效。剔除情绪，让市场为你工作。指数基金之所以如此强大，在于它把情绪从这个等式中剔除了。除了你无法随意调整仓位，不能制作聪明的择时，你只需要拥有市场本身，让市场去做它该做的事，在时间的推移中上涨，同时在上涨的过程中吓跑所有人。从1928年至今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化回报率接近10%，当然不是每年都这样，有些年份它会暴跌30%甚至40%，但纵观数十年，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创造复利。复利可是金融世界里最接近魔法的东西，它发生的时候并不惊天动地，反而异常沉闷，但唯有沉闷才能奏效。如果我要配置一个退休组合，我会把30%到40%的资金投入到全市场指数基金中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你就是白白送钱给华尔街那帮吸血鬼。低成本是重中之重，费率必须控制在0.1%以下。你每年多支付的每一个百分点的费用，都是你未来20-30年里无法参与复利的部分。高昂的费率最终可能会吞噬你1/3的财富。这不是误差，这是赤裸裸的掠夺。自动驾驶与生理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认知能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生理规律。反应速度减缓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衰退，更容易受到诈骗和糟糕建议的蛊惑。所以你最不需要的是一个需要你时刻保持关注，不断做出复杂决策的投资组合。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，无论你是否在关注都能自行运作的东西。指数基金就是如此，它就是一劳永逸的终极投资工具。它还能防止你根据新闻做出情绪化的反应。当你持有个股时，每一份业绩报告都会让你觉得与自己休戚相关。每一次分析师的评级调整都像是一种人身攻击，你会开始自我怀疑，我该卖掉吗？我该加仓吗？但当你持有指数基金时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。你拥有的是总体，而总体在长期必然是向上的。糟糕的公司被淘汰，优秀的公司在壮大。指数基金会自动完成这个优胜劣汰的调整，你什么都不必做。我见过太多人因为频繁的交易损失了高达20%到30%的潜在总回报，而指数基金通过鼓励你不操作，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这种不操作既节省了税费，又有利于你的心理健康。买下它，忘记它，
让它在未来的20-30年里进行复利。当你90岁需要这笔钱时，它会一直在那里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谈了如何通过无聊的公司赚钱，以及如何通过承认无知来通过指数基金分一杯羹。现在我们要谈谈第3类资产，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本能上最抵触的，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投资，它不派发红利，也不带来增值，只是安静地停泊在那里，任由通货膨胀缓慢地侵蚀它的实际价值。这就是战略性现金储备。现金不是垃圾，它是你的氧气。你们这群年轻人脑子里被灌输了太多的现代金融理论，你们极度厌恶在退休后持有现金，觉得这是懒惰的表现，甚至会计算持有成本，把它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失败。当看到股市上涨时，你们觉得自己没有全仓冲进去，简直是愚蠢透顶。这种观念是彻头彻尾的错误。总是反过来想，与其想如何最大化回报，不如想什么会立刻杀死我的财务生命。答案通常是在市场崩盘且你急需用钱时的被迫清算。现金不是你的累赘，现金是一种战略部署，它是一个防御公式，其唯一目的是防止你在最糟糕的时刻做出最愚蠢的决定。我所说的现金等价物，不是让你把钞票塞在床垫下面，那太原始了，也不是放在零利息的活期账户里喂银行家。我是指短期国库券、货币市场基金或高等级的政府债券，是那种你能在24小时内变现，且其价值的波动不会让你失眠的资产。避免毁灭性打击的唯一途径，在我这一生中，我见过几百次这种悲剧。那些聪明的人，拥有优秀投资组合的人，却因为一个简单的错误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晚年。他们没有流动性，他们的财务规划建立在2个疯狂的假设之上：市场永远不会下跌，或者他们永远不会在经济低迷时急需用钱。这2个假设都是痴人说梦。市场最终总是会下跌的，而你总有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健康出现问题，家庭危机，甚至是修缮房屋。如果你手头有2到3年生活费的现金，这就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。比如说，你每年的生活开销是5万美元，那么你就应该持有10万到15万美元的现金等价物。这听起来是一大笔钱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你需要足够的缓冲，以确保就算股市暴跌50%，并且持续低迷2年，你也安然无恙。你不会有压力，你不会被恐惧驱使着去做决策。如果你因为手里拿着现金而觉得焦虑，那是因为你太贪婪。如果你因为手里没有现金而觉得焦虑，那是因为你太愚蠢。在贪婪和愚蠢之间，宁愿选择前者，但最好2者都别选。重新定义机会成本，有人会争辩。查理持有3年生活费的现金，意味着我错过了股市的潜在收益。没错，你确实错过了。但反过来想，你也避免了在崩盘时被迫清算的毁灭性损失。在退休阶段，避免痛苦比追求快乐更重要。因为退休的目标不是最大化回报，而是确保你的钱能在你死之前一直够用。这2者有本质的区别。每一个新的经济周期都让你觉得必须采取行动，你开始做出各种伪装成战略的情绪化决策。这就是人们倾家荡产的原因。他们把瞎折腾误认为是聪明。持有太少现金的风险，
远远大于持有太多现金的风险。短期的国库券是你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最接近无风险的资产。现金买来的是时间，而时间是无价的现金，真正代表的不是金钱本身，它代表的是时间。现金为你买来了思考的时间、等待的时间，让市场自行修复，而你无需参与其疯狂的时间。在投资领域，最大的错误几乎都源于时机错误，买得太晚，卖得太早，该等待时你却行动了，该行动时你却在等待。现金通过消除你内心的紧迫感，从而消除了绝大多数的时机错误，你永远不必被迫行动，你永远都有余地可以再等一天、一个月，甚至一年。这种耐心就是成功退休者与破产退休者的分水岭。我见过资产数百万的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缓冲而在恐慌中崩溃。我也见过储蓄不多的人因为手握3年生活费的储备而在风暴中安然入睡。第5章，系统性反脆弱3支柱的协同效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了3根支柱。股息贵族股提供持续的现金流和抗通胀能力，全市场指数基金提供长期的增长潜力和无需动脑的贝塔收益，战略性现金储备提供生存的氧气和心理的安宁。这3者不是孤立的，它们构成了一个格栅模型。收益序列风险的终结者有个花哨的术语叫收益序列风险，这背后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。要是你刚一退休，市场就立刻崩盘了，而你被迫在下跌时卖掉股票来支付生活费，你的投资组合将永远无法复苏，因为你卖掉的是那些本可以反弹的份额。这就是所谓的死在了黎明前。但是如果你有这3根支柱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当市场崩盘时，你不需要动用你的股票，你花你的现金储备第3支柱，这能让你撑过2减3年的熊市。与此同时，你的股息贵族第1支柱还在继续给你寄支票，虽然股价跌了，但现金流没断。当市场复苏后，你的指数基金第2支柱和股票回到了高位，这时候你卖掉一部分上涨的股票，重新把那个现金池加满。这是一个循环的储备系统，而不是一个永久的停车场。与其试图预测风暴何时来临，不如建造一艘无论风暴多大都不会沉没的船。预测是算命先生的事，而在华尔街，算命先生通常破产得最快。心理学上的胜利，睡个好觉。我多年来一直强调，最优的投资组合不是那个数学回报率最高的组合，而是那个能让你夜夜安枕的组合。很多拥有完美数学模型的人，忽略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。他们假设自己是机器人，能够完全理性地面对40%的资产回撤，这简直是胡扯。当你持有个股时，你很容易欺骗自己，认为某家公司注定要失败，从而在恐慌中抛售。指数基金避免了这种自我欺骗的陷阱，而现金储备让你拥有了去你的权利。当市场恐慌时，你可以坐在那里喝着樱桃可乐，看着别人发疯。这种心理优势所带来的价值远超过那每年2%的通胀损失。解决通胀焦虑的最终回应，最后我再正面回应一下那个关于通胀的愚蠢争论。人们说持有现金会因为通货膨胀而损失购买力，10万美元在2%的通胀率下，1年后的真实价值就变成了9万8。没错，这确实令人不快。但请你对比一下另一种情况，
你全仓投资市场，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暴跌了40%，每年损失2%的确定性风险，比起在1个月内亏损40%的毁灭性风险，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。风险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，有些风险只会让你擦破皮，有些风险会要了你的命。聪明的飞行员不会为了省油而少带备用燃油。第6章，结语致那些不想变穷的人，讲座到此结束。但我知道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走出这扇门后，还是会去干傻事。你们会去追逐那些承诺年化50%收益的骗局，会去听信那些连自己房子首付都还没付清的所谓分析师的建议，会在下一次市场波动时吓得尿裤子。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我说的这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太无聊了。人们本能地以为，想要获得卓越的结果，就必须做一些复杂、困难、令人兴奋的事情。这是一种错觉。我们要去无聊，要去耐心，要去理性。巴菲特和我之所以能变得富有，不是因为我们比所有人都更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犯了更少的愚蠢错误。这是你唯一需要建立的优势。建立你的股息贵族组合，让复利为你工作，买入低成本的指数基金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并利用市场的力量，储备足够的现金，确保你永远不会被迫退出游戏。这个世界最终会奖励那些耐心的、理性的少数派。当那份奖励到来时，你会意识到那个大多数投资者永远无法明白的道理：安全不是你买来的东西，安全是你成为的样子。好了，我话说完了，现在该干嘛干嘛去吧。